让俄罗斯最骄傲和最后悔的事儿，莫过于教好了中国这个学生。歼 15T 从福建舰成功弹射起飞的画面，在被央视纪录片攻坚曝光后，俄罗斯媒体 Top Power 评论道：20年前的中国还一无所有，如今的中国已拥有一切。中国歼 15T 起飞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反超俄罗斯，成为了今天不亚于美国的海空大国？如果让时光倒回20年，你还能想起那个对苏联老大哥顶礼膜拜的中国吗？那时候的中国，看到苏33舰载机就像看到了天神下凡，哪怕是二手货也要当宝贝供着。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一出海，整个世界都要侧目，中国更是羡慕的不行。那个时候，中国海军还在为拥有一艘像样的驱逐舰而兴奋，航母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是中国人骨子里就有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深知靠别人施舍永远成不了气候。不信看看印度就明白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印度就抱着苏联的大腿不放，买了一代又一代的苏式装备。到今天，印度还在那儿死皮赖脸地等着俄国人帮他们完成维克兰特号航母的最后调试。自己的航母建了几十年，还是个半成品。更可悲的是，印度的舰载机项目更是一塌糊涂，从米格 29K 到所谓的光辉舰载型，哪一个不是问题一大堆？米格 29K 航程短的可怜，载重小的要命，印度飞行员都不敢满载起飞。这就是只会买，不会自己造的下场。中国可不想步印度后尘，中国的觉醒是从1995年台海危机开始的。当美军2个航母战斗群堵在台湾海峡，中国却只能干瞪眼的时候，所有中国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陆军为王的时代已经过去，没有强大的海军就没有国家安全。从那一刻起，中国就下定决心要拥有自己的航母编队。1998年，在黑海造船厂锈蚀了10年的瓦良格号航母被中国以近乎废钢铁的价格买了下来。当辽宁舰从废铁堆里重新站起来，山东舰自主建造下水的时候，中国就明白了一个更深层的道理：航母有了，舰载机还得靠自己。苏33虽然性能不错，但当时俄罗斯根本不肯卖给中国。2005年，中国曾经想从俄国购买苏33，结果人家狮子大开口，不仅要价高的离谱，还提出了各种苛刻条件，甚至不允许中国对飞机进行任何改装。没办法，只能自力更生。可是当时的国际舆论是什么样子？就连俄罗斯人都摇头摆手，说中国这是在白日做梦。西方媒体更是幸灾乐祸，断言中国的舰载机项目注定要走向失败。那时候的俄国人有多自信？他们觉得中国永远只能跟在自己后面吃土，永远只能买他们的二手装备。苏33虽然总产量不到30架就停产了，库兹涅佐夫号虽然问题不断，但俄国人底气十足，毕竟是世界上除了美国之外唯一拥有重型舰载机的国家。谁能想到这份傲慢很快就要被现实狠狠打脸？更让俄国人想不到的是，中国不仅要造出自己的舰载机，还要造出比苏33更先进的舰载机。当福建舰的建造计划曝光，当电磁弹射技术的消息传出，全世界都明白了一个事实：中国要造弹射型舰载机，歼 15T 项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可是歼 15T 项目刚一启动，质疑声就铺天盖地而来。俄国红星报军事记者维克托·利托夫金公开表示，电磁弹射技术过于复杂，连美国都搞得焦头烂额，中国根本不可能成功。可是俄罗斯显然低估了中国人的决心和毅力。从2015年开始，歼 15T 项目全面加速，中国航空工业的精英们夜以继日的攻关，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这种拼搏精神，这种创新能力，是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指手画脚的外国专家永远理解不了的。当歼 15T 的原型机在2018年首次试飞成功的时候，当它时隔7年在央视纪录片中以电磁弹射的样貌公之于世的时候，那些曾经看衰中国的声音瞬间消失了。曾经不看好中国的俄罗斯沉默了，西方更是哑口无言。为什么中国的歼 15T 能够成功？中国的海空力量能反超俄罗斯，比肩美国？或许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身上那股你越说我不行，我越要证明给你看的不服输精神。无论是福建舰还是歼 15T， 二者的研发过程充满了争议和质疑。但中国没有因为外界的唱衰就放弃自己的梦想，相反，每一声质疑都化作了前进的动力，每一次否定都激发了更大的斗志。2023年5月，当福建舰捷兰起航进行首次海试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了什么叫中国速度。
福建舰的成功意味着中国一步跨越了蒸汽弹射这个中间阶段，直接进入了电磁弹射时代。这些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中国工业体系的全面升级，从特种钢材到精密加工，从电力电子到控制算法，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中国制造的最高水平。歼 15T 在电磁弹射的加持下，性能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如今的歼 15T 在电磁弹射的助力下，完全可以满油满弹起飞，不再需要在燃油和武器之间做艰难的选择。反观俄罗斯，这些年在干什么？库兹涅佐夫号从2017年开始维修，到现在2025年了，竟然还没修好，到今年年中甚至彻底摆烂，宣布不修了。这艘航母最终的命运，要么出售给第三国，要么直接报废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就是俄国经济的持续衰退和技术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库兹涅佐夫号的维修预算从最初的300亿卢布飙升到现在的650亿卢布，相当于俄国海军年度预算的一半，而且维修进度一拖再拖，原定2020年完成的工程到现在连一半都没完成。更要命的是，2018年10月那次维修事故 ，PD-50 浮船坞突然沉没，70吨重的塔吊砸在航母甲板上造成的损伤至今无法完全修复。这就是技术基础薄弱的后果。苏联解体后，俄国的造船工业急剧萎缩，大量技术人才流失海外，生产设备老化严重。现在的俄国连维修一艘航母都力不从心，更别说建造新航母了。更让俄国人难堪的是，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苏-13舰载机也彻底落伍了，总产量不到30架，服役状态的不超过20架，而且故障率奇高，出动率不到60%。黑海舰队的覆灭更是俄国海军衰落的典型写照。在乌克兰冲突中，俄国损失了包括莫斯科号巡洋舰在内的10几艘主力舰艇，黑海舰队几乎名存实亡。太平洋舰队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几艘核潜艇还能勉强维持威慑外，水面舰艇力量已经严重萎缩，这就是差距。当中国的3艘航母编队驰骋在太平洋上的时候，俄国却要面对成为联合国5常中唯一没有现役航母的尴尬现实。话说回来，虽然现在中国的海空力量确实已经全面超越了俄国，但咱们中国人从来不是那种得势便猖狂的民族，我们知道恩情，更懂得感恩。没有当年苏联老大哥的技术支持，哪有今天中国航母的辉煌？没有俄国在关键时刻的坚定支持，哪有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这种感恩不是嘴上说说的，而是体现在实际行动中的。2025年8月，当中俄两国海军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海域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全世界都看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友谊。有人问，中国现在这么强了，为什么还要和俄国搞联合演习？这就是格局问题。中国的强大不是为了压倒谁，而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俄国虽然在航母建设上遇到了困难，但人家在核潜艇、战略导弹、防空系统等领域依然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俄国在关键时刻总是站在中国这边的。当美国对中国极限施压的时候，俄国也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坚定支持中国。在涉台、涉疆、涉港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俄国始终与中国保持一致立场。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俄国多次与中国联手，否决了西方提出的反华提案。在各种国际场合，俄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合理主张。这种友谊经过了时间的检验，经过了风雨的洗礼，比钢铁还要坚硬。有网友开玩笑说，现在应该是中国去帮俄国修航母了。这话虽然是戏言，但也反映出一个现实：时代变了，但友谊没变。如果俄国真的需要，中国绝对不会吝啬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俄国人看到歼 15T 的时候，内心确实复杂，有羡慕，有失落，有不甘，但更多的是欣慰和自豪，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成功有他们的一份贡献，中国的强大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更有底气。这就是真正的友谊，不是建立在实力相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未来的路还很长，中俄两国还会面临更多挑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这种友谊存在，只要这种合作继续，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阻挡两国的发展进步。不要钱免费送，俄罗斯领土4次被标上中国记号。在西方国家眼中，俄罗斯前后4次给中国送领土是在拉拢中国为同盟，可只有当事双方最清楚，4块领土是普京在偿还俄方欠下的债。俄罗斯的领土归还事件来龙去脉究竟是如何？为了领土权益，中国做出过怎样的努力？
在视频开始之前，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俄罗斯向中国开放远东部分地区使用权一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西方媒体猜测，中俄领土纠纷问题持续多年，如今在俄罗斯进退维谷之际，中国或许会加大力度，彻底解决问题。如他们所言，中国对于争议领土的态度从未改变，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一定会要回来。但是乘人之危这种事，我们不屑于去做。事实上，通过友好谈判的手段，我们也已经从普京手里拿回了属于中国的4块领土，其中过程最曲折的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共同流经的黑瞎子岛。在1929年之前，这座岛屿都是中国地图上明确的标注点。明清时期，中央王朝还曾经在这里设置过监管机构。可就在1929年，趁着中国两党内讧、自顾不暇的机会，苏联强势介入，夺占黑瞎子岛，把这里变成了他们的实控区。原本属于中国的岛屿上飘扬着苏联的国旗，原本安居乐业的中国渔民也被苏联军队强行赶走，不得不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做了军用和民用2个方面的开发。军用开发是建立哨所，派遣士兵长期守。哨所还能成为军事基地的支撑，并且为过往的苏联军队提供一定的补给。苏联人通过海路自北向南行进时，黑瞎子岛就成了他们重要的中转站。至于民用开发，那就不得不提农场建设。苏联境内的农用土地相比起国土面积来说，比例实在不算太大。庞大的冻土层、严寒的气候条件都会阻碍农业的发展。但是在岛上，这些制约因素都不存在。受到海洋气候的影响，苏联人开辟农场之后，他们的农作物生长就越发喜人，每年的丰收成果也极为可观。为了对岛屿进行持续开发，苏联政府还专门通过政策扶持，引导一部分苏联人来到此处长居，在这里生活繁衍。久而久之，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痕迹在黑瞎子岛几乎遍寻不见。旧政府的落后和无能，不该由新中国来买单。所以1964年，我们提出了关于黑瞎子岛的归属权谈判问题。苏联的强盗行为只能暂时改变这座岛屿的使用权，没有改变岛屿的归属权。而且中苏两国也没有签订过任何与黑瞎子岛有关的割让条约，因此于情于理，我们政府都有立场要求苏联归还领土。道理虽然是这样没错，但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苏联这个贪心的国家可不愿意再吐出来。所以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避重就轻，试图引导中国转变话题风向，更想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来逼迫中国放弃谈判。当时两国的关系已经进入急转直下的阶段，所以中国也不再同他们客气，而是斩钉截铁地提出要求，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整整5年的时间过去，谈判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也诡异的没有终止。1969年，苏联政府突然表态，黑瞎子岛上的苏联人坚决抗议中国政府的行动。我们的财产被强盗夺走，我们要求对方还回，强盗却抗议我们不讲规矩，这贼喊捉贼之事让懂得尊严为何物的中国人目瞪口呆。中国不气馁，不退让，坚持继续谈判。既然我们的要求不能被满足，那谈判就不能停止。1991年，苏联解体，我们的谈判方就变成了俄罗斯。普京上台之后，俄方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普京是个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狠角色。西方国家频繁对俄罗斯发起制裁，自然逼得普京内心的天平不断向我们中国倾斜。舔着脸与西方国家修复关系，甚至不惜出卖本国利益，这可能是叶利钦的作风，但绝对不会是普京的行为。远离欧美，他自然需要中国。想与中国交好，领土纠纷又是绕不开的话题。中俄谈判，他必须配合。一直到2004年，关于黑瞎子岛的谈判才终于宣告完结。俄罗斯政府同意归还一半岛屿，所有军民即刻撤出圈出的171平方公里的土地。2008年，一块界碑在这里出现，事情落下帷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拉扯，我们终于取得了初步的成功。2015年，我们还在黑瞎子岛上本国控制的这一边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积极发展生态型绿色经济。除了黑瞎子岛之外，俄罗斯还在之前3次归还中国领土。1992年，俄罗斯刚刚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统治秩序还不稳定，处于前有狼后有虎的阶段。而中国基本稳定了，开始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俄罗斯不敢像过去的苏联轻视中国一样轻视我们，相反，他们还得向中国示好，以期获得稳定的邻国环境。因此，他们将东北边境的9平方公里强占土地归还给中国，也借此和中国达成了关于中俄发展的一致意见。第2次归还，第2年的东部边界的补充协定中有所记录，远东地区的5平方公里土地
他们也答应还给中国。这个地方接近吉林，曾经是我们的东北黑土地。此时的俄罗斯已经在计划着与我们开展双边点对点互动，也积极推动高层往来。所以归还领土的举动本质上也是在为他们的建设目标而服务。1997年第3次归还来了，哈桑边境的约10平方公里的领土自此也回归了祖国的怀抱。这一年发生的2件大事都让我们欣喜不已。一件是俄罗斯归还我们土地，另一件事就是我们从英国手里把香港给收了回来。7月1日0点，5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昭示着大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当你获得成就时，身边那些坏人好像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好人。从前那些想方设法也做不到的事情，现在也成了光荣不当中的一笔。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一共向中国归还了4笔领土，普京也算说到做到，让人侧目。回想起几十年前毛主席为中国领土所做的努力，真是让人感慨万千。那是1950年，毛主席出访苏联，与斯大林展开了一场艰难的谈判。此时的新中国在强大的苏联眼中就是个不足挂齿的小鱼小虾。对于毛主席提出的苏联非法侵占我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的态度也相当敷衍，常常在谈判中顾左右而言他，对我们极其不尊重。几次碰壁，毛主席倒也不在意，他想做到的事，他就一定能百折不挠。他多次主动寻找斯大林，要求对方正视中国作为平等国家的诉求。斯大林被他烦得不行，甚至还做出了谎称身体有恙，逃避双方会面的举动。管你什么借口，我自有我的主张，这是毛主席的决心。经过5年的努力，我们在1955年收回了旅顺和大连，全国人民为之振奋。此后的中苏蜜月期，因为需要苏联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所以中国暂时退了一步，避免提出敏感问题。到两国关系恶化之后，我们才又摆出立场，把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做完。一寸山河一寸血，荡气回肠的抗争史，从来都值得我们骄傲。据统计，俄罗斯侵占的中国领土面积多达150万平方公里，所以即使他们已经多次归还，也仍旧还欠了我们很大一笔债务。收复领土之事，如今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一使命不会因为中俄两国的关系而有所变化。不管我们是普普通通的建交国家，还是有着深度利益绑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领土争议都是不能混淆的重点问题。在俄罗斯处境并不理想之时，西方国家预测普京政府有可能会通过再次归还中国领土的行为，获得中国更大力度的支持，或者他们会提出与中国结盟，将争议领土变成两国共同开发的土地资源。简单来说，他们会以土地为筹码，向中国交换支援资金或者军工物资。只要中国愿意对他们做出行动上的直接支持，他们就能在归还问题上点头。这一可能性，我国政府不能接受。事实分明，注意边界，这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规则。用中国的领土换中国的物资，这不是规则范围内的正当行为。况且，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从来都是中立，我们不站队任何一个国家，更不会像美国那样用尽手段助推战争。尽快解决冲突，回归和平局面，这才是中国的愿景。至于领土该争取的，我们还得继续争取。中国人民的诉求一直都是俄罗斯必须全部归还中国领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还需继续努力。